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距离 iOS 18上次更新刚过去2周，现在苹果又推送了 iOS 18 Beta 3版本更新，该版本内部代号为 2A5307F。这次更新可以给个好评，带来了不少细节调整，也对此前存在的诸多 bug 进行了修复。如果你当前已经在用 iOS 18 Beta 测试版，那这次的新版本很值得升级，能明显改善使用体验，整体画面看着也更舒服。话不多说，马上和 Jeffrey 一起来看看 iOS 18 Beta 3此次更新最主要的几个亮点，看看对你是不是有用。在前2个 Beta 版本中，深色图标只适用于苹果原生 App， 而在这次更新的 iOS 18 Beta 3中，苹果引入一项新技术，可主动将桌面上的第三方 App 图标切换到深色模式，整体看起来便协调了许多。像是 YouTube、Facebook、Line 等 App 都能够支援深色图示风格，不过并非每款 App 或游戏都能适配。比如高德地图、哔哩哔哩、支付宝、微博等，这些图标在开启深色模式后，只是会略微变暗。iOS 18的原生壁纸新增了一个动态选项，开启之后，壁纸的颜色会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发生变化，这在 macOS 上早就已经有了，现在终于来到了 iPhone 上，如果壁纸选择能再多一些就更好了。更新 iOS 18 Beta 3后，照片应用主界面上多了一个固定的选择按钮，在选择多张照片时终于不用再下滑页面了。开启手电筒后，灵动岛上会出现一个更大、更直观的界面，操作光束照射范围以及亮度也比之前更简单、方便的。在新的控制中心界面，部分选项右侧多了一个扩展菜单按钮，比如点击无线局域网右侧按钮，可切换网络；点击蜂窝数据右侧按钮，可切换 SIM 卡，这对应之前的长按，让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以上便是 iOS 18 Beta 3版本更新的主要变化，大家觉得实用吗？另外，上个版本中存在的 App 白图标、粗体文字、屏幕使用时间等 bug 也都集中修复了。Jeffrey 使用下来，感觉要比前2个版本稳定、流畅得多。总的来看，如果你已经升级了 iOS 18 Beta 版的话，直接更新就行。对于还未升级但又想体验 iOS 18新功能的用户，可以等后续面向普通用户的公测版，它要比当前的开发者预览版更加稳定。按照往年的时间线， iOS 18首个公测版应该下周就会发布，而正式版则需要等到9月份 iPhone 16系列发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iOS 18中最重磅的功能就是基于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的新版 Siri， 但这项功能今年可能不会上线。据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最新消息，苹果计划在明年1月开启新版 Siri 测试，并在 iOS 18.4 中正式推出，这意味着至少还需要再等半年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 iPhone 16的新消息，有2个新消息。话说，果粉们对当前 iPhone 的面容解锁是否满意呢？苹果在2017年发布的 iPhone X 中首次引入了 Face ID 面容识别解锁，而在后续发布的 iPhone 机型中，也基本都是采用这一解锁方式。时隔多年， Face ID 在解锁速度上虽然更快了，但从未有过重大更新调整。据外媒 Macrumors 报道称，苹果公司正计划在2024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 16系列中对其 Face ID 设计进行重大调整。这一变化虽然目前具体细节尚未完全公布，但已对苹果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产生了巨大影响。报道中提到，作为苹果面容识别组件供应商之一的半导体公司 Coherent 正面临因苹果取消其 Face ID 传感器组件订单的潜在危机。在此之前， Coherent 一直为 iPhone 的 Face ID 系统制造关键组件，但由于 iPhone 16系列的设计变更，苹果已停止了对该公司的订单，这对 Coherent 的业务造成了重大打击。受影响的不只是 Coherent， 据台媒 DigiTimes 表示，由于 iPhone 16系列 Face ID 系统的设计变更，苹果已终止了与 Newton Aycliffe 工厂的供应合作。该工厂曾长期为苹果提供 Face ID 系统所需的传感器和摄像头组件。种种迹象表示 iPhone 16系列所搭载的 Face ID 确实会有所不同，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细节透露。业内普遍认为，苹果可能在进行一系列底层技术优化，以改善 Face ID 的性能或降低成本。这种调整可能不会对终端用户的使用体验产生直接影响，但对于苹果供应链的厂商来说就不言而喻了。另外，还有消息称今年 iPhone 16系列的快充速度将达到40瓦，这也意味着用户可以更短的时间内将 iPhone 的电量充满。
近日 Angry Meow 创始人李楠发文爆料 ，iPhone 16系列手机充电功率将提升至40瓦。众所周知，苹果在手机充电功率方面的升级一直较为保守 ，iPhone 15系列手机充电功率维持在20到27瓦之间。通过官网机型对比可以看到 ，iPhone 13、14、15 Pro Max 3款机型在充电时间保持一致，采用20瓦及以上功率充电器充电，可在35分钟以内将手机充至50%的电量。根据此前消息，苹果 iPhone 16 Pro 和 Max 将会有30处改进和优化，包括尺寸、屏幕、芯片、散热、网络连接、相机、续航以及充电等方面。其中 iPhone 16 Pro 电池容量将提升至3355毫安时 ，iPhone 16 Pro Max 将提升至4676毫安时。因此，苹果 iPhone 16系列手机充电功率提升，预计将用于平衡和改善电池容量提升带来的充电时间增加问题。近几年 iPhone 的续航已经和大部分安卓旗舰系列旗鼓相当，但充电速度方面仍然有待提升。作为对比，当前安卓旗舰基本都已经支持60瓦、80瓦甚至120瓦超级快充，而苹果 iPhone 15系列的充电功率仍维持在20到27瓦之间，有一说一，确实有点慢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更新 iOS 18 Beta 3了吗？有喜欢的新功能吗？对 iPhone 快充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